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前夕，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二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王毅表示，希望美方重温中美破冰初心，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认知，共同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分析指出，当年尼克松访华历史影响深远，开启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在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巨变、中美关系面临重大挑战之际，50年前的破冰会晤仍对今天的世界具有重大启示。而此次中美外长的通话也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王毅在通话中表示，上海公报的精神对今天的中美关系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希望美国重温中美破冰初心，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认知，共同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登吉指出，当年上海公报的精神是求同存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杰大磊则认为，求同存异是当时中美双方为处理台湾问题而采取的一种创造性的处理方式，但也留下了一定模糊空间。现在看来，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都更加有意识地在模糊空间做文章，因此中方需要提防美方正把一中政策空心化。英国 BBC 中文网周一发表题为《尼克松访华50周年，中美关系能否再破冰》的长篇评论。在谈到当年的破冰会晤对今天转冷的中美关系有何启示时，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者史蒂芬·罗奇指出，尼克松访华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大家看到了信任、尊重和共同利益，而当前中美冲突反映了两国政府之间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和不尊重感，这也使得两国关系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因此，中美双方都需要深入研究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经验，以免为时过晚。我们回望历史的话，中美已经有将近50年的这种友好合作的这种历史，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觉得中美关系呢，如果要是摒弃前嫌，摒弃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纷争，能够克服修斯底德陷阱就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这样的矛盾的话，中美关系的前途还有发展的前景，我认为还是很乐观的。此外，中美外长的通话正值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2个地区独立引发紧张升级之际。对此，王毅呼吁各方通过对话谈判缓和事态，化解分歧，并表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任何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中国将继续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与各方接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也在北京时间周二一早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有外媒评论指，这一系列表态均显示出中国无意在乌克兰问题上选边站队，既表达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应获得尊重，也认可乌克兰国家主权应得到维护。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表示，乌克兰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及联合国成员国，其领土主权受到国际社会承认，也包括乌东地区。中国不希望不尊重领土主权完整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实际上也会外溢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德国之声周二的文章还提到，王毅在上周末以视频方式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再次强调了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这一基本准则，传递的信号不可谓不直接。那么我们在对待这个乌克兰危机的时候呢，中俄之间呢也是强调，就是说，还是要尊重相互之间的这种安全关切。不仅俄罗斯有对北约东扩这种安全关切，其实乌克兰也有它的自己的安全关切。如果把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安全利益能够纳入到同一个轨道上来考虑问题的话，我想就会不至于使这个危机到现在发展到这一步。所以说，我觉得王毅外长秉承的就是还是希望能够事态尽可能的通过外交和对话的方式解决，而且坚决的反对通过战争的形式来解决。在周三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再次强调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没有变化。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站在和平正义的一边，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的立场，主张各国都要通过联合国的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的解决国际争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乌克兰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主要当事国还在中国社交平台上用中文相互喊起话来。周二上午，针对俄方承认乌东2个地区独立一事，乌克兰驻华大使馆信息中心首先通过官方微博予以回应，声明称，俄方此举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侵犯了乌克兰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以结束俄罗斯的侵略，恢复欧洲的和平与稳定。随后，英法2国驻华使馆也相继发声，分别在微博上用中文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方面的决定。此外，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也在其官方微博上同样用中文同步了总统普京承认乌东2地区独立的消息。外界注意到，这已经不是外国驻华外交机构第一次就俄乌局势在中国社交平台用中文发声了。1周前，英国首相就曾通过微博向普京喊话称，我们正处于悬崖的边缘，但普京总统还有时间退一步思考。此后，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转发并回复了英国首相的喊话，这一幕引发众多网友围观。针对这一现象，有专家认为，虽然中国并不是某些国际问题的直接当事方，但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意味着其舆论场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中美外长通话还重点涉及台湾问题，特别是布林肯首次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引发各方高度关注。国台办发言人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就针对台独分子叫嚣所谓革命，表示将坚决粉碎台独图谋，勿谓言之不预。而民进党当局称对乌克兰的情况感同身受，发言人也用自作多情予以回应。王毅在周二与布林肯的通话中表示，近期美方推出所谓新版印太战略，公开把中国列为地区首要挑战，还试图把以台制华纳入美地区战略，这明显是在发出对华围堵遏制的错误信号。布林肯表示，美方不寻求搞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反对台独，无意同中方冲突对抗。外界注意到，这是拜登政府首次明确表态反对台独。在去年11月的中美2国元首视频会晤时，拜登的用词是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张林征认为，拜登政府涉台表述的转变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压力的放缓，其中一个原因是乌克兰局势的恶化，美国不希望在东西两边同时树敌，也迫切需要中国在俄乌间发挥影响力，缓和事态。另外就是美国出于自身实际需要，由于美国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经贸领域需要中国配合来缓解其内部的经济困境。不过张林征强调，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向来玩两面手法，虽然现在姿态看似放低，但在行动上能否遵守自己的表态才是关键。不管他用什么话讲，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迹象，美国会动摇他的一中政策。两岸发生冲突，几乎美国没有任何法理的依据去介入。所以说，美国最多也讲到帮台湾维持自主防御的能力，美国从来没有明确的讲说美国会出兵台湾。所以美国基本上呢，他对于台独的立场其实不需要他讲，他所谓的战略模糊，其实他的战略模糊的背后，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美国就不会出兵嘛。同一道道理，他不管讲不讲反台独，到目前为止，美国是不会支持台独的，因为支持台独，它是违反他从上海公报到建交公报到817公报一贯的精神。除了拜登政府在涉台问题上变本加厉，一些已经退休的美国政客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也碰瓷打台湾牌。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将于下周窜访台湾，期间将与蔡英文、赖清德、游锡堃、吴钊燮等民进党当局高层会面。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回应称，蓬佩奥因其反华言行早已被中方制裁，台湾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必将玩火自焚。周三，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回应了深圳卫视记者的有关提问。蓬佩奥想必大家都清楚民进党当局与反华政客沆瀣一气，企图借外部势力为谋独造势不过是闹剧一场。马晓光表示，当前台海形势持续紧张动荡，根本原因是民进党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美方一些人不断在台湾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采取错误行动，根本上是企图打台湾牌，
把台湾当棋子啊，把阻碍中国统一进程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啊。所以，无论民进党当局和外国势力如何的勾连表演啊，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啊，也阻挡不了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分析指出，蓬佩奥访台是出于个人目的，企图借窜访台湾挑动中美关系，把反中当作自己的政治资本，跟民进党一拍即合。你知道，蓬佩奥他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反共急先锋，民进党正好目前的政策就是所谓的抗中保台。那这个蓬佩奥到台湾来呢，他当然在这一方面，民进党一定会来做大内宣，以他的反共立场。但是蓬佩奥可不可以发挥什么效果了？我认为是发挥不了什么效果，因为第一个，他现在已经是离职的政务人员，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当局的一个人，而且他跟现在的民主党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他现在在美国的政界也没有影响力，所以他这次到台湾访问，其实纯粹就是一个民进党的大内宣的需要。近期，民进党当局还故意将台湾与乌克兰相提并论，进行炒作，声称对乌克兰的情况感同身受。对此，马晓光批评台当局所谓感同身受，完全是自作多情。近期，民进党当局配合美西方舆论，借乌克兰问题恶意炒作所谓大陆的军事威胁，包藏着他们图谋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和在岛内煽动反中抗中民粹的祸心，完全是为了一党私利的政治操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同日也强调，台湾当局有些人借乌克兰问题来蹭热点，是种不明智的行为。台湾地区的和平取决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而不是摇尾乞怜，指望外部势力售卖武器或者提供军事支持。台独只能是死路一条，对此任何人都不应该有任何的误解或者误判。尽管蔡英文当局借乌克兰局势配合西方舆论，动辄发布大陆会借机攻台的虚假消息，但台湾民意基金会周二公布的民调显示，高达63%的岛内民众认为大陆不可能趁机出兵台湾。值得注意的是，蔡政府宣布跟进美欧，就乌克兰问题在芯片领域制裁俄罗斯，台湾股市应声大跌200多点，电子、金融及传统产业股全面下挫。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腾军。张先生您好，关键时刻中美外长通话，您觉得国际社会为何高度关注？您又是如何来观察这通电话所释放出的信号呢？我觉得首先我们看这次通话，它在一个关键时刻，俄乌之间的冲突应该说，它不仅是具有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它是更有可能会对现行的国际秩序产生冲击。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中美两个大国作为安理会主要成员国，需要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所以说，俄乌之间的冲突显然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因素。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回来看它这个背景，还有就是中美关系的这个发展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近期以来，中美关系仍然在一系列问题上有不少的摩擦和冲突啊。比如说，美国发布了新的印太报告，直接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目标啊。同时，还有前一段时间，半岛问题有围绕朝鲜涉岛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美方也希望与中方坐下来谈啊。所以说，这是一系列背景，既有是第三方的俄乌之间的冲突的这个影响，同时双方也需要就近期一系列中美关系发展事态进行探讨、进行沟通、澄清意图、表明立场啊。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从这次通报中呢，我觉得大概能释放了2重信号。第一重信号呢是中方希望美方不要在印太战略上不要在台湾问题上走得过远，将中国作为主要敌人，从而继续的挑衅中国，这是我们继续释放的一个清晰信号。第二重信号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次俄乌事件发生之后，布林肯马上就这个要求希望与中方对话，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这内在的说明了美方是重视中国在一系列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一个重要作用，这也是体现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大国地位在上升。美方在一定程度上，它也需要借助中国来，才能够继续推进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方面，民进党当局炒作对乌克兰感同身受，被国台办发言人批评是自作多情。您对此如何观察？
因为乌克兰问题的这样一个急剧的升温啊，导致岛内有一些台独势力啊，他希望借此来进行炒作啊。实际上，它本质的这个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出发点，它就是他希望通过营造这样一种乌克兰事态紧张的这样一种信号，从而向国际社会发出台湾也是另一个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的这样一种，实际上是一种打苦情牌的这样一种策略。我觉得乌克兰事态的还在发展啊，应该说从这个乌克兰问题本身来讲，我觉得给台湾民众，我个人认为可以带来2大启示。第一个启示呢是和平是民众之福，是民族之幸，两岸不应该再陷入战争了，我们更多的要去追求和平。第二个警示呢，我个人认为是国家统一，一个强大的国家是这个民族最有力的后盾。我们看到乌克兰之所以发展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内部治理的混乱，它各个分裂势力的在发展，所以说它这个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必然会有各个势力试图从中干预，那么最后就形成当下这样一种非常混乱的局面。那么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现在呢，中国大陆已经具有相当雄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了。在这个时候，我个人认为台湾民众应该要看到背靠大陆是台湾现在最大的福利所在。那么两岸的和平统一最终也将为台湾民众带来更多的利好。所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才是两岸真正的依靠。美国史上最烂国务卿蓬佩奥将于下周窜访台湾，您觉得这暴露出美方少数政客怎样的以台制华险恶用心呢？以及美台勾连会带来怎样的危险？蓬佩奥这个人他是一个跳梁小丑，大家都知道他在任期间在台湾问题上有很多恶劣的言行，应该说对于两岸关系、对于中美关系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说，这是一个跳梁小丑式的人物，是一个投机型的政客。那当他下台之后呢，他的政治影响力远不如前了。他此行来台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与民进党当局的勾连，通过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去发出一些激烈的言行，从而挑衅中国大陆，从而引起国际社会以及美国国内亲台势力的关注，来为他的未来的政治前途铺路。所以说，这是一个完全是拿台湾作为自己政治前途筹码的这样一个人物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另一个方面，民进党势力呢，民进党当局是争先恐后的欢迎蓬佩奥。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要更加清楚地看到现在的台湾当局它本身的这样一个狼子野心，它本身希望进一步的去谋求独立的这样一个野心，这样一个阴谋，它是更加清楚地展现出来了。所以这一次蓬佩奥与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种勾连，实际上是向国际社会更加展现了一个更加清晰的信号，就是当下的台湾当局就不是一个谋求和平的当局，民进党也不是一个谋求和平的政党，是一个完全只在追求分裂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国际社会应该要更加坚定地去看清他们的图谋，要坚决地反对这样一种声音和行径。好的，也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乌虽未断交，但矛盾继续升级。普京获议会授权，可向乌东2个地区派出维和部队。乌克兰开始动员预备役人员。早前，美国单方面宣布要与普京通话，但事态升级后，白宫又单方面宣布取消通话。美方加码制裁俄罗斯的2家银行和5名个人。美媒表示，力度不够的背景下，美方是否留有余手？欧洲跟进制裁俄罗斯，为何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苏晓辉、孙琦、孙兴杰深入观察。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一致通过授权总统普京在境外动用武装力量，意味着可以正式派军队到俄方承认独立的乌东2区。普京还提出解决危机的条件，包括乌克兰自己拒绝加入北约、去军事化等等。乌克兰方面，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在特殊时期征召预备役人员的法令，并呼吁美国等加大对俄制裁力度。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于周3决定实施紧急状态。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周二通过相关决议，准许总统在俄境外动用俄联邦武装力量。这一决定自通过之日起开始生效。出动军队的数量、行动区域、任务和在俄罗斯境外停留的时间将由总统决定。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表示，在境外使用俄武装力量的目的是在顿巴斯地区建立和平，并防止对平民的炮击。俄外交部同日宣布与2个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根据相关条约，俄方将向他们提供相应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当天，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记者时表示，他没有说过俄军将立即进入顿巴斯地区，俄方下一步的行动要视前方局势而定。就承认乌东2区独立一事，普京表示，因乌克兰县政府所为，新明斯克协议实际上早已死亡。Минс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они были убиты еще задолго до вчерашнего признания народ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Донбасса. 2014年4月，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爆发政府军与民间武装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当地民间武装随后宣布成立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经国际斡旋，冲突双方于2014年9月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达成停火协议，并于2015年2月签署新明斯克协议。协议达成后，这一地区在过去数年来虽时有小规模交火，但没有再发生大规模战斗。不过，自去年年底开始，俄乌紧张关系加剧，尤其是在美国政府不断渲染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上周4以来，顿巴斯地区局势骤然升级，乌政府军与民间武装相互指责对方发动挑衅炮击。Ну а почему вы думаете, что добро должно быть бессильным всегда? Я так не считаю. Я думаю, что как раз добр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ебя защищать. Из этого и будем исходить. 普京在记者会上重申，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乌克兰自己拒绝加入北约，坚持中立。此外，俄罗斯希望乌克兰去军事化。普京表示，乌克兰目前除了缺乏浓缩铀装置以外，具备所有制造核武器的条件，这对俄罗斯来说是战略危险。乌克兰通过军事化手段反俄，对俄罗斯来说不可接受。不过，普京同时也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要入侵乌克兰。对于普京来说，手里的牌并没有出完，甚至俄罗斯还可以采取军事联合演习，继续的利用军事这种极限施压的模式。除此之外，俄罗斯的现存的这种核武力量也是此次乌克兰危机当中俄罗斯的这种底气。俄罗斯宣布承认乌东2地独立，是继2014年后俄方对涉乌问题做出的最强烈举动，也意味着2015年新明斯克协议签署以来的国际平衡被打破。俄乌局势何以至此？普京这样说。Сегодн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одн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карту, чтобы увидеть, как западные страны сдержали обещание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НАТО на восток. Попросту обманули. Мы получили одну за другой 5 волн расширения НАТО。分析指出，乌克兰危机尽管起因诸多，但本质上依旧是地缘政治纷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东扩，引发了俄美在该地区的战略博弈。可以说，北约东扩就是乌克兰危机的祸根。德国《明镜周刊》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1991年的机密文件显示，苏联在东西德合并的时候就得到了北约不再东扩的政治承诺。当时华沙条约摇摇欲坠，华约不存在的话，北约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当时美英法德4国外交官承诺不会将北约扩大到易北河以东。苏联解体后，作为冷战遗产的北约不但没有解散，反而趁机试图将中东欧小国纳为新成员，开启扩张势力范围的行动。到2002年，北约第2轮东扩实际上已经突破叶利钦政府画出的红线，但实力不济的俄罗斯当时并没有太大反应，实际上进行了妥协，并表达了在战略和政治上融入西方的意愿，以换取西方在政治上认可俄罗斯，在战略上接纳俄罗斯，在经济上资助俄罗斯。不过，俄罗斯最终并未能如愿。去年12月17号，在经历北约数轮东扩，并将乌克兰列为北约候选国后，
退无可退的克里姆林宫在针对北约和美国的安全协定草案中再度画出俄方红线，双方的军力部署回归到1997年5月27号，也就是北约首次东扩前的状态。北约保证停止扩张，不在乌克兰、东欧、外高加索和中亚从事任何军事活动。如果北约停止向这个乌克兰东扩，向中东国家东扩的话，这样的一个危机是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和解的，爆发这种全面战争和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是可以得到化解的。周三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指出，局势走到了今天，依然希望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和协商缓和事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乌克兰问题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局势演变至今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些国家呢，应该想一想，在美方违背同俄罗斯协议5次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并且部署大量先进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过把一个大国逼到绝地的后果？乌克兰方面，总统泽连斯基周二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已签署在特殊时期征召预备役人员的法令，开始征召18至60岁的预备役军人，以提高乌克兰军队对作战形势所有可能变化的准备。统计显示，在乌克兰有多达25万名退伍军人在战区服役后登记为预备役备案人员，但泽连斯基同时强调，目前还没有必要进行军事总动员，乌克兰仍将外交途径作为摆脱危机的方式之一，但乌克兰有能力保卫本国边界，不怕任何事或任何人。Українці, мирна нація. Ми хочемо тиші. Але якщо ми сьогодні промовчимо, то завтра зникнемо. 有分析指，乌克兰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肆意使用的棋子和炮灰。他为了跟美西方不惜与俄罗斯这个文化上最亲近的昔日兄弟决裂，但最终却付出了极其沉重代价。美国已经宣布不会在乌克兰出兵与俄罗斯进行这种交战。可以说，美国对于现在的俄乌危机已经表现出来一种比较低的姿态。欧洲本国也不希望在家门口这种发生战争、发生冲突。如果发生了战争，受伤的不仅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整个欧洲的经济，甚至现在难以兼顾的难民问题，也会让欧洲难以兼顾。就在俄方宣布承认乌东两地区独立前，白宫还曾发表声明称，拜登总统原则上同意与俄总统普京举行会晤。随着事态演变，白宫周二宣布会晤取消，但也没有明确排除未来会晤的可能性，强调永远不会完全关闭外交大门。美国也对俄发起新一波制裁，西方国家纷纷跟进，但外界注意到，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国家，目前的加码制裁仍留有余地。拜登周二在就俄乌局势发表的讲话中，将俄罗斯承认乌东两地独立描述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开始。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so I'm going to begin to impose sanctions in response.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当天宣布，拜登总统已经取消了与俄总统普京会晤的计划，但没有明确排除未来举行会晤的可能性。What would it take to get that conversation back to the table, to reconsider a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Well, de-escalation. That's what it would take. How do you define that? De-escalation means moving troops. It means de-escalating from what the steps they continue to take on a daily basis appear. 现在对于拜登来说，当俄罗斯出招之后，那么拜登必须要接招。当涉及到谈与不谈的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敏感的时间点上的时候，谁同意谈，谁支持谈，往往是示弱的一方，是处于劣势的一方。尤其是现在拜登面临国内的一系列的压力，面临自己支持率低迷，那么如果在外交上操作不慎的话，很可能在国内出现巨大的反噬效果。所以拜登并不急于仓促地与普京坐到谈判桌上，通过这种暂缓的方式、暂时取消的方式示强。那同时呢，也要保证美国重新评估形势，找出应对的方案。
但深圳卫视注意到，此前的会晤是美方单方面宣布，俄方并没有证实。根据白宫公布的制裁措施，拜登已经指示美国财政部对2家共持有超过800亿美元资产的大型俄金融机构——俄罗斯国有开发银行、俄罗斯工业通讯银行及其子公司实施全面封锁。其次，美国将扩大主权债务禁令，限制美国个人与企业参与俄联邦中央银行、俄联邦国家财富基金和俄联邦财政部发行的新债券的2级市场。白宫称，这些举措将有效切断俄罗斯政府与西方金融的联系。此外，包括俄安全局局长、总统办公厅官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在内的5个俄罗斯人也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We'll also impose sanctions on Russia's elite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从程度和方式上来看，可以看出的是，美国现在工具箱中的工具恐怕是越用越少，是有某种黔驴技穷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说，还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在此前，美国多轮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过程当中，俄罗斯本身已经具有了较强的免疫力。俄罗斯现在警告美国的是，现在美国如果在制裁的方面大打出手的话，很可能会让制裁进一步发挥它的双刃剑的效应。所以可以看出，尽管美国在反制俄罗斯，但俄罗斯仍然掌握着主动。美国媒体认为，拜登宣布的加码制裁没有此前宣布的那么严重，但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对普京实施制裁的可能性依然列在日程之上。美国参议院1月曾提交一份包含制裁普京在内的议案，当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强调，制裁元首等同于断交。白宫还威胁称，美国在国际银行结算系统 SWIFT 方面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也依然列在日程之上。若与之脱钩，俄罗斯的国际金融交易，包括占该国总收入40%以上的油气出口收益将被切断。但欧洲的金融业长期对美国动辄对他国金融系统实施大规模制裁表示反对。涉及到 SWIFT 的金融系统，美国考虑到的仍然是把这作为一种所谓的终极武器，或者是说作为金融上的核武器来使用。美国深知的是，当你动用核武器的时候，会招致所谓相互确保摧毁的这样的一种现象。美国当使用金融手段的时候，俄罗斯在进行回应的时候，不会仅仅限于金融手段，俄罗斯会有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回应。这个大杀器对于美方来说，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杀手锏。在对俄展开制裁的同时，美国的军事动作也在推进。拜登周二已授权目前已驻欧洲的800名美军向波罗的海3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转移，同时8架 F-35战机将从德国调往东欧，32架阿帕奇直升机将从德国和希腊调往波兰。拜登随后表示，希望外交手段仍然可行。白宫发言人普萨基也指出，我们永远不会完全关闭外交渠道的大门，但除非俄罗斯改变路线，否则外交手段不可能取得成功。当然呢，外交手段是美国不愿意放弃的手段。如果公开说美国已经拒绝外交手段，那就意味着在下一阶段恐怕只有制裁以及军事这样的一些手段可选择。这是美国促使局势失控，最终影响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这是美国不会做出的选择。美国的欧洲盟友纷纷跟进制裁俄罗斯。欧盟周二宣布首轮制裁措施，对俄罗斯国家杜马351名议员实施制裁。制裁目标还包括27个实体以及个人，其中包括政治决策者以及为这些人提供资金的银行。深圳卫视注意到，根据俄联邦宪法，俄联邦杜马拥有450名议员。欧盟方面制裁的是上周二投票支持俄方承认乌东两地区独立的351名议员。此外，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周二还发布声明称，有关机构将立即开会，以最终确定一揽子对俄制裁计划，包括禁止参与俄方承认乌东两地区独立的人员和实体进入欧盟资本金融市场及服务的能力，并禁止乌东两个独立地区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往来。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二宣布，英国及盟友对俄寡头继母琴科在内的3人实施制裁，还将制裁5家俄罗斯银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禁止当地人购买俄罗斯国债，禁止与俄展开金融交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会停止对俄特定人士发放签证，
冻结相关资产等。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总理舒尔茨宣布暂停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批准程序。此前这一程序已经被搁置，但德国一直希望这一项目不要受到政治干扰。本月7号，新上任的德国总理舒尔茨首次访美时，面对记者反复提问，始终都没有明确承诺，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会如美方所言终止北溪2号项目。但是我们仍然会看到的是，现在在欧盟内部，在涉及到制裁的问题上的时候，表现出的并不是更多的团结，各国之间在考虑自己未来的政策的措施和自身的利益，尤其是涉及到德国，涉及到北溪2项目，尽管德国在做出反应，某种程度是不得已的在做出反应，但并不意味着德国现在愿意真正的放弃北溪2项目，也不意味着德国认为在欧洲内部针对俄罗斯，现在德国应该更多的靠向东欧国家的立场，靠向美国的立场。但美西方的举动也遭到部分国家的质疑。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周二在回应乌克兰驻塞尔维亚大使谴责俄罗斯的要求时表示，我们是一个小国，不想结束与任何一国的友谊。我建议他打电话给乌总统泽连斯基，要求他谴责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对塞尔维亚进行的侵略行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发文指，必须要说的是，最早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西方。1998年，正是北约强行改变边境线，让科索沃从塞尔维亚中分裂出来。普京曾多次愤怒说过，俄罗斯反对科索沃独立，西方需要遵守国际法准则，只有这样，大小国家才能感到自身安全。但很不幸，西方没有人听从。在周三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政府的立场是，我们认为制裁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途径，中方一贯反对任何非法的单边制裁。我们认为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上。今天媒体们的关注重点依然是乌克兰局势，但是相较于昨天主要是由外媒来发起提问，今天则是国内媒体的提问更多。华春莹的回答也是准备充分，他明确表示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俄罗斯总统宣布承认乌东两个地区独立，并与之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顿巴斯地区的形势骤然紧张，您有什么样的观察？乌东地区的2州也被称为顿巴斯地区，占乌克兰领土的7%，但经济呢占1/4，是乌克兰重要的工业区。顿巴斯地区的变化是这一轮俄乌危机的一个新的阶段，它造成的影响和冲击还是非常大的。首先呢，虽然过去几年冲突不断，上万人失去了生命，但明斯克协议还是为各方提供了和平磋商的基础。现在这一协定已经不复存在了，外交的空间呢越来越小了。其次是顿巴斯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原先是乌克兰内部的问题，是基辅政府和顿巴斯分离主义之间的纠纷。现在俄罗斯承认顿巴斯地区的独立和主权，并且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俄罗斯军队进入顿巴斯地区，因此顿巴斯地区的问题变成了俄乌2个主权国家之间的问题。最后，顿巴斯地区已经成为乌克兰问题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十字路口。如果局势不能稳定，各方不能在新的点上形成均衡和平衡，那么局势可能会失控，甚至引发不可控的冲突。我个人分析，普京的长篇电视讲话引发了恐慌。什么恐慌呢？顿巴斯地区是一个结束还是开始？如果顿巴斯地区的现状得以维持，可能各方会再度达成一个平衡。即便它非常的脆弱，普京总统最近表态说，俄军在顿巴斯地区的行动完全取决于当地局势的发展。同时，他提出了新的目标，解除乌克兰武装，使乌克兰非军事化。也就是说，俄罗斯追求的优先目标还是与西方重划欧洲安全边界，也就是俄罗斯在去年年底向北约、美国提出的安全诉求。我个人认为，这种前景已经很渺茫了。破局点在俄罗斯主动宣布完成军演并撤回军队，通过乌克兰危机迫使美国、北约进行谈判的时机就过去了。顿巴斯问题具有双重性，一是俄乌之间的问题，这其中涉及到顿巴斯地区与俄乌2国边界的问题，不排除顿巴斯的克里米亚化，即便如此，也可能维持小战争的状态。
二是顿巴斯问题难以稳定，持续升级，沿着冲突的螺旋不断的攀升，变成欧洲乃至全球的热点。可以说，顿巴斯地区现在处于多个博弈局的连接点上，也可以说是好几个火药桶的导火索。如果各方不进行严肃的危机管控，结局难料。美国、欧盟出台了新的制裁措施，您是如何来看俄罗斯与欧美关系的前景？拜登总统在最近的讲话中改变了前一天的说法，认为俄罗斯的行动是侵略。之前，美国的媒体和官员一直用“进入”来形容俄军驻防顿巴斯地区。同一个事情为什么用不同的词语来形容呢？这涉及到美国和欧盟怎么去界定事件的性质，以及采取何种行动。我们知道，在过去2个月时间中呢，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和信息，那就是一旦出现侵略的行动，将采取空前严厉的制裁，包括将俄罗斯踢出国际金融体系，也就是踢出 SWIFT。这被称为金融的核弹。可以说，美国和欧盟提出这样的制裁措施，其实类似于核威慑，也就是基本不能用。而且对于美国自己来说呢，也有很大的损失。美国出台的新的制裁的措施包括俄罗斯主权基金、大型银行，切断俄罗斯银行政府从西方金融市场获得资金的渠道。美国来说，与俄罗斯发生对抗并不是其目标。现在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基本得到了实现，其中一条就是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已经被搁置，欧洲的天然气市场将会重新洗牌。欧盟大概呢会花费更高的价钱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此外，北约在这场危机的刺激之下已经满血复活，已经不是马克龙所说的脑死亡的状态。欧洲的安全还是要靠北约和美国，防务自主和战略自主呢也得搁置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好的，也谢谢孙先生的在线分析。欢迎回来。针对持续约1个月的卡车司机抗议活动，加拿大警方周二完成清场行动。此前，加总理特鲁多启用了自从制定以来从未使用过的紧急状态法，出动大批的镇暴警察，使用胡椒喷雾、震爆弹和警棍暴力驱逐示威者，并称示威者们是对加拿大民主的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提醒，在加方一些人眼里，同样是抗议，在香港是人权行动，在加拿大就成了民主的威胁。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令人无法接受。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周二，数以百计的警察与大批不顾严寒上街抗议的示威者对峙，场面紧张到了近1个月以来的顶峰。渥太华警方在战术车辆的地面支援和高处狙击手的掩护下，使用震爆弹、胡椒喷雾和警棍等暴力手段，将聚在国会和总理办公室前方威灵顿街的示威者们清空，拆除了他们搭建的临时帐篷，并拖走了约400辆重型卡车及其他车辆。警方介绍，4天的执法行动逮捕了191人。At this time, 191 people have been arrested. 107 people have been charged, and in total, 389 criminal charges have been laid so far. 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强调，目前的紧急状态还没有结束，未来几天仍然存在危险。紧急状态有效期最长30天，但需国会批准。特鲁多于本月14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使他成为加拿大紧急状态法1988年生效以来首位使用该法的总理。卡车司机的抗议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它带来的问题却远未结束。一方面，围绕着是否应该使用紧急状态法，加拿大各党派之间的对立已经难以调和。另一方面，加拿大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裂痕也愈发的明显。首都渥太华警方透露，他们拘捕了2名示威的组织者，检察部门也跟进，将对他们发起刑事诉讼，连同此前被捕的一些人，他们将面临扣押卡车、吊销驾照、冻结保险和银行账户等状况。加拿大警方此前还表示，将会与儿童福利机构合作，研究如何在采取执法措施前将示威者孩子强行带离。
当然也有支持这些示威游行的，同时呢也有人反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加拿大可能会陷入一个严重的分裂。这种严重的分裂呢，会对特鲁多本人的政治生涯呢会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究竟他这一场赌博能不能胜出呢？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保守党国会议员梅丽莎·兰斯曼也认为，特鲁多政府的行为激化了不合理的国家紧急状态。就是说，特鲁多使用的这些词眼呢，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肮脏的，把示威者呢归入到社会的最底、最无耻、最下流的这一个阶层里面。他用这种词汇本身呢，当然是抹黑整个一个群体。这个示威的群体呢，冠上了这样的帽子的话呢，会使人产生呢，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是非常不法的。但是呢，这显然不是真实情况。针对加拿大警方使用震爆弹、胡椒喷雾和警棍暴力清场占领渥太华市中心的示威者，还人格上污蔑示威者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回应称，这是加拿大内部事务，他不做评论。但他表示，由此倒想问一句，为什么2019年香港激进分子暴力袭警、大肆破坏公共秩序时，加方却声称明确支持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行动，并对香港警方依法履职说三道四，污蔑抹黑。在加方一些人眼里，同样是抗议示威，发生在香港就是人权行动，发生在加拿大就成了民主的威胁。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令人无法接受，加方应该好好反思。